根据纪晓宇对警方的供述，他向贝多借贷公司借第一笔钱的时间，正是纪晓晴生日前。果然，纪晓宇是对姐姐的死太过自责，他故意贬低自己，希望能让所有人都来谴责自己。我们再看看他的工作物品吧。你看自己，纪晓晴拿来做草稿纸的纸张，都是用的她印错的废弃文件。根据这些文件上的打印时间，这几张应该是纪晓晴在得知妹妹被套路贷后那几天的自己。一开始他的字迹非常潦草凌乱，但后来的稿纸上，他的字迹就开始逐渐重新回归正常了。所以我猜，他很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很有可能，如果我的推理成立，那纪晓晴就没有自杀动机，她就更不会因为失魂落魄去买醉，在醉酒后又出交通事故。根据纪晓宇的说法，纪晓晴一直有在一本黑皮册子上写东西，但遗物里却没有这本册子。还有另一种可能，是被纪晓晴藏起来了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借书卡的造型是魏明市图书馆最新推出的纪念馆。我查了一下发放时间，是在纪晓晴得知套路贷之后。不用等明天，现在就可以。离图书馆开门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，而且我们不是警方，直接找图书馆的相关人员问纪晓晴的信息，恐怕不容易。移交警方处理的话，有点太慢了。不如我直接申请权限，潜入图书馆的内网，自己查看。魏明市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很严格，信誉良好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盗取客人财物的事。储物柜的东西如果3个月后还无人来取，就会根据会员遗留下的地址，邮寄到会员家中。如果贵重物品，还会报警处理。警方肯定会保密线索的来源，所以寄出这只包裹的人也不会受到犯罪分子的怀疑，遭到事后报复。
他考虑得很周到。纪晓晴小姐，我是安全部的一员，也算是警察部门。现在，我要拆开你的包裹了。你就是钱毅，东西呢？我当然是放在安全的地方了，它安全的就像老板你的那个会馆一样。这和我们约定的不一样。这是对您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当然要谨慎些。老板，您是社会名流，您的名声可比我金贵多了。我只是个小人物，当然知道分寸。您放心，我只是想要钱而已。确实，你看这些。最后一篇日记的日期是纪晓晴去世的前一天。纪晓晴拿到钱毅讹诈别人的证据后，想以此为威胁，让他放过自己和妹妹。这样看来，他的死因绝不是交通意外，而是和钱毅有关。没错，我怀疑这个老板就是俄狄浦斯。钱毅死后，他发现斯芬克斯也在追查钱毅，便因此认为斯芬克斯也可能像纪晓晴一样发现了这件事。宁可错杀不可放过，抱着这种想法，他才一定要找出斯芬克斯。如果这个钱毅口中的老板真是个社会名流，那应该在社会新闻采访里会出现。我用这份录音和网上新闻里的音源做下对比看看。有6个相近的声音来源，如果把限制条件缩窄到未明示的话，找到了。宋恒，恒大金融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。这个后续再和斯芬克斯一起调查吧。现在，我们先去找纪晓宇。